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那么上期小视频跟大家聊到春天来了哈，我们长黄褐斑的姐妹们，这个时候你在用护肤品的时候，你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尤其是这些刺激的成分，尽可能以维稳为主。我经常在我视频中维稳哈，大家都说我不够激进，但是如果你有黄褐斑的姐妹，你就真的不能激进，因为你的皮肤状态它不是一下就能好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维护，长期的一个这么护理。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具体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你日常的护理当中，你应该怎么样去做？那第一个就是湿气问题，说起来好像是很朦胧，你就把它当成你身上的这个水呀，它没有到它该用的地方，它变成了一个身体的一个负担，它对你整个身体的一个生态起到了一个影响。广西、广东有很多那个天花板上就掉水珠子，就像水帘洞一样的，都湿到这种程度。中国地域大哈，你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情况。那么黄褐斑这个状态跟湿气是有一定的关系，或者可以说湿气这个状态呢，它会影响我们脸上这个黄褐斑。这个时候你用什么东西，你在极力的去刺激你的表皮都是不可取的，因为你想想，你在一个这种潮湿的状态哈，咱不说空气潮湿，就是咱们身上这个潮湿的状态，它任何的东西它都不容易愈合，相反它会引起一些外来的这种咱们叫外邪也好，咱们西医讲这个细菌也好，细菌的感染对我们的皮肤那是百害而无一利。你有劳累啊，然后疲惫啊，身体很重啊，那个脸就感觉肉软而肿。哎，就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喝一点四神汤。湿气很多都是脾不好，因为我们脾没有办法去代谢多余的这个湿哈。四神汤呢，这就可以帮我们排湿，然后健脾。再一个就是稍微的运动一下，这个运动产生的热量帮我们代谢掉我们身体多余的湿。但是这个时候哈，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运动完之后不要立马开空调，立马跑到外面冷空气里面，千万不要这么做。轻则你就是湿气更重，重则呢甚至会要了人命。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哈，因为很多人现在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你们身体里面有什么深层的问题，可能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我们整个机制的循环是怠慢了。有些病症呢是通过我们日常调理，它就不会显现，它一辈子都不会显现，但是它就是蕴含在我们身体当中，那就说不好，经历这种刺激之后，它就立马的爆发出来。第二点呢，就是调理气血。我在我的视频里面经常会推荐这个四物汤啊，包括四物汤膏的制作。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我小视频里面去看一看，你时不时根据自己的一个状况去喝一点哈。这个可以帮我们调理气血，尤其是黄褐斑的姐妹们，你们更适合的是这个桃红四物汤，因为湿气排在第一位。所有的这件事情，先要把湿气给稳住，把湿排完之后，再去使用接下来我所说的步骤。就排湿不好，你的脾不好，你现在吃啥都没用。那第三点呢，就是肝肾方面的调节。黄褐斑最初来源于肝郁。什么叫肝郁？吃不下，或者是拉不出，或者是你拉肚子啊，这是控制不住哈，就你整个的身体是一个没有办法收缩自如，没有办法舒张开的状态。那浑身是一种紧张、抑郁、焦虑、压力，就是把你裹得紧紧的，你会觉得这个小腹这个地方时时刻刻就提着气，是硬硬的这样的状态。小柴胡汤呢，就可以帮你去疏肝理气，让你整个人松下来。那你松下来之后，我们整个的系统的运行就会更好。它并不能说一时间立马帮你去掉你的黄褐斑，但是可以改变你生成黄褐斑的这样子一个身体状态。同时呢，小柴胡汤呢还有一定的咱们现在西医来讲的就是消炎的作用。它所谓的消炎的作用，其实在中医里面就是它有一定的驱赶外邪的作用。你看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当我们的人体舒展开之后，我们的整个的运行，整个运行该干什么干什么了，整个的功能该健全就健全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不好的东西，有外邪，包括我们的皮肤的炎症出现的时候，它会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人体自身的这样子一个舒展全面的功能，产生一些抵御防御的作用。从西医角度上来看呢，现在也发现这个小柴胡汤啊，它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炎症的问题。那包括我们皮肤炎症，既可以减少我们的肝郁问题，帮我们疏肝解郁，同时又可以让我们整个的身体运行的更舒畅。那么还有一定的帮我们抵御炎症，非常适合长黄褐斑的姐妹们。还要提醒大家，
家是，我今天所说的东西，并不是说让你一股脑的都买回家去吃，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那刚才说这个干预问题，人是一个紧张的状态，尤其是像现在我们社会，尤其是对女性的要求，很多职场中的女性，她需要给自己树立一个，就是那种通俗点来讲，就是这种拿捏的这种状态，亭亭玉立，收腹挺胸哈，这个东西没有错，走到外面是格外的漂亮，但是呢，不知道怎么样松懈，日久天长呢，人就会生病。所以这些呢，都需要大家根据自己的状态去精准的把握。第4点呢，叫做阳虚阴盛。你看黄褐斑它这个东西是虚，它不走了。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它就是没有动力了，或者是咱们叫动力不足。你用那个手机啊，快没电的时候，它就怎么样？它就卡顿了。那这个时候，即使你可能去补充气血，就吃这些我上面说的四物汤啊，那么因为你的阳气不足，动力不足，你这个脾胃它就没有办法帮你代谢。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刚才第1步咱们就是祛湿哈，第2步就是充电，你身体要有足够的动力。那除了吃之外，也就是说吃这个事儿你吃不好，你这是反而是给自己的身体增加了一个负担，因为你吃进去东西都在消耗你的能量，那你身体又没有这么大的能量，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晒太阳既可以帮咱们排湿，又可以帮咱们充电。这个黄褐斑这个事儿哈，从表面上来讲的话，还要拒绝晒太阳。那所以说，我就建议，如果大家怕皮肤晒伤，因为一般长黄褐斑的姐妹，就是你本身的这个保护力度就差了，那我建议你脸上擦上防晒霜，或者是戴上帽子哈，见太阳的时候多去晒太阳。我们人的能量大部分除了你从食物中也是吸收了太阳的精华，因为食物的生长它也是浓缩了太阳的精华吃到咱们肚子里面。那么女生哈是背为阴，腹为阳，这个时候说为什么女生要晒背哈？你不是说你真的要每天躺在那儿晒背，前几年不是特别流行晒背到大中午头，很多人去晒背，这个不必要，除非你有什么重病哈，你就需要这种治疗型的，你要根据这种医生的指导。我们增加气血还可以吃一些暖性的东西，比如说牛羊肉。很多女生和我一样，脾胃功能并不好，你没有办法去代谢这个东西。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增加一些运动，消耗的能量大了，那我们身体就需要能量来补给，就会产生这个饥饿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相应的补充一些，比如说牛羊肉这些热性的食物，我们是吃饱就行，吃好不饿。很多博主有推荐抗老养生的方式，运动是必不可少，不要过量的运动，不是这种在外面跑的豹子哈。这个适量的运动是为了给我们增加我们的动能，有更好的新陈代谢，让我们吃的食物能更好的吸收和运化。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吃夏天的水果，因为夏天的水果大部分是凉性的，因为夏天是热嘛。那这个季节生产出来的水果也是属于帮我们解暑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尽可能避免吃夏季的水果，可以少喝一点米酒，可以增加我们身体的一个动能，同时可以起到帮我们排湿通便的这样的作用。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的情绪管理，这个是所有黄褐斑姐妹们要做的一个大功课，要花很多心思在这个上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放松疗法这个视频。很多人说找不到感觉，通过我的语言的表达，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演示我怎么放松的，大家体会不到，你只有自己去慢慢的琢磨体会这个状态，才能找到这个感觉，让整个人松散起来，这个状态是什么感觉，那你才能知道你此时此刻是不是处在一种紧张焦虑的状态。这个东西真的是有对比你才能感觉到，不然的话你真的很难用语言或者是用表演的形式跟大家去描述这个状态。还有一点呢，想提醒大家永远记得我们人是大自然中的一份子，多多的去接触大自然，用你的身心去感受。比如说外面在下小雨，不是说让瓢泼大雨大家站在这个雨里面去漫步去淋雨找浪漫啊，不是，可以把手指尖伸出来去摸一下这个雨水，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能量，可以让自己去置身在森林里面去深呼吸，去体验周围植物的这些灵性，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帮我们放松下来的。这个东西的放松啊，它是贯穿在我们身体的，就是我们人是看不到的这个能量，有点太玄幻了。这个东西也看不到摸不着，你怎么就知道它有能量呢？你不需要知道，你们就是和它们共存的。总之你接触大自然，跟它们建立一个身心灵的交汇之后，你应该是感受到被万物环绕的这样的一个幸福，而不是被琐碎的事压迫的这种拥挤感。以上这5步，只要大家检查好做到，那么所有长黄褐斑的姐妹，我认为
为你们能把黄褐斑，咱不能说一晚上都消失哈，但是你们能拿捏的稳稳的。同时你也知道，黄褐斑出现在皮肤上这个警示对你身体造成的影响，积极的方面来讲，它给我们也敲响了一个警钟，让我们从以上这5点能更好的去照顾自己。那不仅帮我们拿捏黄褐斑的问题，同时可以让我们中年或者是老年的生活更愉悦、更快乐、更健康。那再次提醒大家，是保养这个东西啊，它是活的，它是时时刻刻都在会改变的。就比如说湿气这个问题，它可能永远都围绕着我们，尤其是你生活在这个比较潮湿地区的姐妹们，有好处也有坏处，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子。那你在这个地区，你吃什么样的食物可以帮你去解决这个湿气的问题？那这个地区的原始的食物都已经告诉你了。你今天排完湿了，你可能明天的状态好了，你可能后天它又回来了。所以保养是一个持续性的，不要追求任何一个方式的结果，而是应该去考虑这个方式的原理在于什么，持续的去给自己营造一个正确的一个生活方式。所有的保养都不是静态的，它肯定是需要变化的。所以综上所述呢，有黄褐斑的姐妹们就记着做到补气养血、祛湿提阳，所有的治都来自于情绪，就所有身体里面停的这个东西。那当然了，还有淤堵，淤堵也是停，对吧？也走不动，或者没力气也走不动，但是它都始于情绪。那这么来讲的话，咱们都得去找到那个松弛感，找到这个感觉，我们的问题就好了一大半了。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关注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